为什么说紫禁城是中国式家庭的象征？为什么说大母神才是家族内部真正的统治者？为什么后宫类的连续剧会受到中国人的热捧？今天我们继续读《巨婴国》这本书。今天的读书章节中有以上问题的答案。今天我们读到的是紫禁城的隐喻、大母神家族内部的统治者和绝对禁止性超我这三个专题。想听更多的内容，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读完这本书之后，我还会就解读中国文化这个专题去读更多的书，以帮助自己查杀掉头脑中的中国文化病毒，在个体层面做到文化出埃及，早日跃迁到现代文明的状态。让我们开始吧。紫禁城的隐喻。一次和英国一位做跨文化研究的精神分析师沟通，突然有了一个图画式的联想，将紫禁城这样的皇宫和中国普罗大众的家庭联系到了一起。当时这位分析师问我，你认为中国家庭中父亲普遍缺席，那么父亲去哪儿了？我想了想回答，或者高高在上如皇帝，或者被阉割了。紫禁城的皇宫中，皇帝即没有被阉割的成年雄性，也只有一个。一个个的小家庭由妃子和孩子组成，公公则穿插其中。皇帝与太监们组成了皇宫内的权力体系，而妃子与孩子组成了一个个小家的结构。紫禁城中的这一图景，不正是中国的写照吗？普通的男人们被压制性的权力体系吸走，家中就剩下母亲与孩子，而在家的男人们常常也如皇宫中的阉人一样，不存在地存在着。到这儿，我有了一个很简单的推论：一个真正的男人，他需要保护自己的家庭，也在家庭中真切地存在着。这竟然成了一个如此有价值的途径。男人们蝇营狗苟，拼命在社会权力体系中向上攀爬时，为的是争到那唯一的皇帝位置，或者有很多象征含义的家长位，也即是有权力保障的交配位。这真是一种可悲的存在方式，就如同虫子一般。而且它总是以无意识的方式存在着。男人们应该想想，当自己被权力体系，也就是政治与工作，从家庭中吸走时，那其实是一个很悲哀的存在方式。很有意思的是，紫禁城中的皇帝也有可以统治他的人，即皇太后。皇帝必须孝敬自己的母亲，有时母亲则干脆垂帘听政。紫禁城也很有说法，皇帝自称是紫微星，这是紫，禁就是禁止。它最开始指杯底有角的酒杯，即尊或鼎。在古代，它们都是用青铜做的，只有帝王将相才有，象征着权力。所谓权力，就是我可以而你不可以的禁。林语堂说，紫禁城也可以说是极禁城。它的通俗意思是，即皇宫之内绝对禁止他人进入。紫禁城或者说故宫的造型，在我看来就像是散发着这样的信息：你主动做任何事情都是错的。大母神家族的统治者，具体到一个个的大家庭，雄性大家长常常是名义上的，而家族内的统治者常常是大母神，如祖母和外祖母，即雄性大家长的母亲。比如在《红楼梦》中的大观园中，贾政是家长，但贾母才是大观园的统治者。形成大母神的概念是理解中国家庭轮回的一个关键。中国家庭的轮回看似复杂，但由一个主线亲子关系，特别是母子关系，凌驾于一切关系之上。所有悲剧都和母子共生联系在一起。传统中国家庭，男性大家长再牛，也得听他妈妈的，所以中国家庭其实是大母神掌权。那么什么是大母神呢？几年前在福建南禅寺做内观时，同住的一位画家说，他和前妻关系最后发展成什么时候都是他妻子最厉害，甚至在画画这件事上，也好像是他妻子比他更懂行更厉害。他真像是被洗脑了一般，由衷地认为前妻更在行。在画画这件事上也是这样，他突然醒悟过来，觉得不对劲，他妻子永远正确，这就是大母神。用古希腊神话来讲，可以说中国家庭还处在大地母亲盖亚的阶段，只有母亲与孩子，孩子们都效力于母亲的意志之下。欧美家庭则进入了宙斯与赫拉的阶段，夫妻关系是主导。关于大母神，我有一位来访者有切肤之感，他形容说，只要母亲一靠近他或者他的孩子，他就感觉到母亲的气场吞噬了一切，全世界都陷入了混沌。虽然中国社会重男轻女，但据咨询中了解，以及看中国历史家庭故事，我觉得中国近70%的家庭还是近乎于母系社会。
完整的表达是，在家庭中，一个大母神说了算，但大母神的存在感常常寄托在他重视的儿子身上。这一点在皇宫中有最极端的表现。皇宫中一直是母婴子贵，在如超奢华风潮一般的紫禁城中，一个妃子一旦怀上了皇帝的龙种，特别是男孩，地位就扶摇直上。如果他的儿子成为太子，也就是皇位的继承人，那么当儿子登上权力的顶峰后，他就可以荣升为皇太后。皇帝控制着整个帝国，皇帝很牛，但再牛也得孝敬他的皇太后妈妈。紫禁城里的这一图景也是无数中国普通家庭的集中写照。男人们构建了社会权力体系，成为体系中的砖瓦，而女人们则需要依附在一个男人身上，才能不被权力体系抛弃。特别是她得为这个体系做贡献，也就是生儿子。生孩子就像无比荣耀的事情，一旦生了儿子，一个女人作为生育机器的价值就被确立了。所以儿子就是一个女人的命运。皇帝和大母神结合在一起，就构成了中国社会权力的核心。同时看到这两者的存在，才能全面理解中国作为一个权力社会的运行原理。可以说，社会体系中，如政府、公司，常常是男权体系，由帝王般的大家长掌权；家庭体系中常常是大母神掌权，也就是由一个过于情绪化、什么时候都要说了算的女人掌权。大母神掌权并不意味着女权，因为她常常比其他人更重男轻女。她比女人更排斥女人，比女人更重视生不生男孩。一方面我会谈大母神在家里掌权，大谈特谈；另一方面我也认为中国重男轻女的程度非常严重，这两者并行不悖。在微博上探讨大母神现象时，知名的幼儿教育专家小吴感叹说，武志红老师是直言不讳的，是我一直想用童话故事表达的王后阉割了国王，与王子生了孩子，继而又阉割了王子。情感的对立面是权力，权力之争可以非常残酷，不仅男人间要争夺皇帝之位，女人之间也要争夺皇太后的位子。《甄嬛传》《芈月传》之类的宫廷戏盛行一时，其实讲的就是大母神之战，并且男人和女人之间也有权力之争。不仅男人会阉割儿子，女人一样可以阉割儿子和孙子等男性后辈的力量。绝对禁止性超我，中国皇帝或大家长与大母神都有这样一种特性，在他们的势力范围下，其他人的绝对禁止性超我。这是我的一个说法，所谓绝对禁止性超我，即你做什么都不行，除非听我的。最初和几个男性来访者的咨询碰触到了这个绝对禁止性的超我。比如在一次咨询中，一个男性来访者看到了一个纯黑狰狞的魔鬼意象。按照弗洛伊德的经典精神分析理论，超我主要来自父亲，父亲需要给孩子树立规则，但这个绝对禁止性的超我就不再是具体某个父亲的化身了，它像是一个哲学的存在，更像是一个魔鬼。和英国精神分析师探讨时，我第一次联想到，他就是中国社会权力体系中的皇帝。皇帝只有一个，但他的禁止性力量弥散于每一个角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个王、皇还有这个魔鬼，要统一一切，限制一切，这像是必须的社会解决方案，需要孔子的克己复礼，克制每一个身上的能量或攻击性，而遵从礼，也就是通过一层又一层的体制，向这个表面上的皇帝内在的魔鬼表示顺从。在一个个的小家庭里，这个绝对禁止性超我则化身为一个个的大母神，他们在各种细微处传递着同样的信息：我永远是对的，你必须按我的来，否则你去死，不然我就去死。中国无数的社会争斗和家庭争斗都可以概括到这样的一句话中：你必须按照我的来，否则你去死。精神分析治疗的终极目标是让一个人彻底信任自己的自发性，而它显然是绝对禁止性超我的绝对对立面。家庭戏、宫廷戏容易你死我活，你必须按照我的来，否则你去死。中国式的权力斗争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你死我活的味儿，不可能妥协，不可能并存。所谓的妥协都是为了积蓄力量，最终将对方彻底灭掉。很多精神分析理论家都认为，人性有两个基本动力，生的能量和死的能量。你必须按照我的来，否则你去死。当我们向别人传递这种讯息时，我们就宛如死神，给对方制造了死的能量。所以我们心中的绝对禁止性超我纯黑且狰狞如死神。
在这种残酷的权力斗争中，你首先要自保。婆媳大战的实质是女人们发现自己被排挤出社会权力体系和家族权力体系，她们必须将自己镶嵌在一个男人身上，以此镶嵌进社会权力体系，特别是家族权力体系中。我们的皇帝系中，男人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其实这样的描述还不够准确，更精准的而是胜者为王，败者被挫骨扬灰，彻底湮灭。远古的皇帝对蚩尤就是如此。我们的皇宫系中，女人与她的儿子及太子或龙子构成了命运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死俱死，灭门乃至灭九族，并且死者的尊严很容易被彻底摧毁，如吕后对自己的情敌刘邦的弃妃施加人质之刑，即斩断四肢，挖出双眼，熏聋两耳，要哑喉咙，再投入厕所，当作猪来对待。可以说，我们每个社会单元，如家庭、单位乃至整个社会，都像是一个个大家族。男人们要互相联合，玩权力游戏，以争夺皇帝位，然后就可以拥有无限特权，特别是无限交配权。女人们则将自身的命运与孩子紧密结合在一起，最终构成了女人间的残酷绞杀——婆媳大战。中国式的权力游戏无比残酷，赢者通吃。宫廷戏最经典地刻画了它的你死我活的味道，而中国家庭的权力斗争中，也可以闻到这种残酷的硝烟。残酷的权力味儿和不安全感结合在一起，也许它们才是中国家庭轮回链条的主线。权力的本质是控制，权力和控制的对立面是爱与自由。如果贯穿家庭轮回机制的线中，爱与自由的味道越来越多，外在的轮回机制想必也会改变。好的，今天的读书分享暂时到这里。回顾一下，今天我们主要读了紫禁城的隐喻、大母神、家族的统治者和绝对禁止性超我这3个专题。期待下次的读书分享与你再相逢。